今天继续讲 QA。前几个视频我们所有的分析都还只局限于单个策略的体检和优化，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策略能够在所有的市场中永远有效，孤掌难鸣。那么如何才能打造一个穿越牛熊、长期稳健、风险对冲的常青树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讲 QA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投资组合大师 Portfolio Master。这个模块的任务就是从你的一堆，比如说我这里总共有19个候选策略中，自动的、智能的去筛选和组合，帮你打造出最强的策略军团。你可能会说，我自己手动的去把这些策略组合起来不就行了吗？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接受这种方式啊，这种手动方式有它的这个局限性啊。当你有19个策略备选，想从中挑选出4到12个来进行组合时，你知道有多少种可能性吗？看这里啊，总共是47万9千多种啊！这个数量级靠我们人脑去计算的话，你是永远找不到那个最优解的啊。而投资组合大师就是用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组合爆炸的问题的。简单说一下它的概念啊 ，Portfolio Master 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从众多单一策略中通过自动化啊，不管是暴力演算或者说基因遗传算法，不管是哪种方式，它可以筛选并构建出满足特定风险收益目标啊，比如说最大化的这种回撤百分比啊，和多样化的要求啊，比如说是行业的多样化，或者说品种的集中度，或者说是策略之间的相关性啊，不同维度的这个多样化的要求啊。那么这个过程就像是组建一支明星的足球队啊，我们不仅要挑选出技术最好的球员，还要确保他们的位置是互补的，配合是默契的啊，并且在不同类型的赛场上都有人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啊，从而让整支队伍的综合实力远超个人能力的简单叠加。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啊 ，Portfolio Master 啊。那么它的设置啊，就像是在下达一种命令啊，就像是你旁边有一位这个冠军的基金经理，你要给他下达命令，你要给他制定你的要求，你的策略军团的标准啊。那么搜索这种计算的方式呢，它有2种方式啊。第一种的话就是暴力破解啊，这是一种地毯式的搜索方法啊，它会勤勤恳恳的去尝试每一种组合啊，也就是这里的47万9332种组合，它全部都会尝试。这种方式是非常彻底的啊，但是当你的这个策略数量较多时，你的计算量就会变得极其的庞大啊，就是非常的耗时啊，这个数值基本上是你运行不完的啊。所以 QA 提供了另一种更高效的基因遗传算法啊，那么它背后的技术就是生物学的这个基因遗传进化理论啊。这个理论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啊。其实它不仅是可以用在这里啊，用作这个 Portfolio Master 啊，它也可以用来开发策略啊。但是鉴于它解释起来的这个复杂性以及时间关系啊，所以后续的话，我会放在内部课程中，根据具体的案例来详细的进行讲解啊。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只需要知道它的大概用法就可以了啊。那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它会先随机的生成一批初始的这个投资种群，然后通过类似于生物学的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让表现更好的组合去繁衍下一代啊，逐步的进行迭代，最终找到最接近的最优解的组合啊。那么它的速度就要比暴力破解要快得多，高效得多。那么它具体是怎么使用呢？就是点击第2个选项，然后旁边这里有个Settings 的按钮啊，它可以配置基因遗传算法的一些细节啊，但是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不会一个一个参数的进行讲解啊，大家使用官方默认的这些设置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你对于这里的设置有自己的理解的话，你也可以自行的进行设定啊。
然后再接下来这一块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策略规模的一个设定啊，我们告诉 QA 我们想要的一个投资组合它的规模是多大的啊。比如说我这里设定的一个投资组合最少要有4个策略，最多只能有12个策略。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maximum portfolios to store in databank 啊，下方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 databank 啊，我这里是没有投资组合的啊，它这里就是让你定义 databank 的一个最上限啊，也就是你最多需要多少个投资组合。那么这个具体的值其实取决于你电脑的内存大小啊，然后我们这里举例的话10个就已经足够了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考核标准啊，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最强。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这个 return drawdown ratio 啊，这个收益回测比、风暴比、采收率啊，你不管叫啥都行啊，就使用这个指标作为唯一的一个考核的 KPI 啊。然后在下面我们先看这个 data range 啊，它就是定义的数字范围啊，就是定义计算和评估我们的投资组合的历史数据时段啊。我们这里就以这个全部可用的数据作为举例啊。然后这里它还有一个扇形区域的一个限制啊，这里就是用来限制你单个投资组合中来自同一扇区的策略数量啊。它用来定义这个同一扇区。什么叫同一扇区？它可以是一个行业，可以是一种风格啊。那么它如何用来作为计算的依据？就是使用这里的这个 note 来作为是不是属于同一领域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啊。这个值的话就是完全取决于你对于行业或者说对于策略类型的一个多样化的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点击这里的这个 settings 啊，我们看一下最关键的设置啊，也就是分散化的一个规则啊。那么如果是一个球队的话，我们肯定不希望里面的这个明星球员他们的风格太像啊，否则的话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他们只能打一种类型的比赛啊，所以我们必须加入一些分散化的规则。那么这个参数它设定的就是最终选出的这个投资组合中任意2个策略之间的这个相关性不能超过 0.3 啊。那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计算相关性呢？你可以是这个盈利和亏损，也可以是按照具体的这个时间级别小时啊、每日去计算啊，每周啊，或者是每月去计算的方式。那么它这里就是保证我们队员之间的相关性都是低相关性的啊，这样才能实现这个风险对冲啊。然后这里的 negative correlation 啊，它就是是否允许负相关啊。然后这里的这个按钮它就是定义是否要添加空的周期啊。那么这个空的周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盈亏比的数值计算啊，所以建议不要勾选它。好，然后再接下来最后一块的设定的话就是 filter 啊，这部分是整个环节的一个最后一道关卡啊，就是用来剔除不满足最低性能指标的一个投资组合啊。注意它这里是剔除的关系啊，不是满足的关系啊，因为我知道市面上还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软件啊，但是它这里是做的相反的，就是你这里什么样的条件不满足，它才会给你放在这个 portfolios， 如果满足的话它就直接剔除掉啊，所以它跟我们常规的常识有一点相反啊。那么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啊。那么当一个投资组合被构建完成之后， QA 就会检查这个投资组合的各项指标是否满足这里的要求啊。那么如果满足的话啊，那么这些策略就会被丢弃掉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给它设定一个条件，设定的就是 return DD ratio 要小于10啊，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这里生成出来所有投资组合，如果它的 return DD ratio 是小于10，那么它就不会出现在我们下方的 databank 中。好，那么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些
设定的规则都设置完毕之后啊，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的开始计算按钮啊，然后你就可以去泡杯咖啡啊或者干什么的啊，等待你的这个冠军基金经理帮你完成这些成百上千次的运算啊，最终把得分最高的那10个投资组合呈现在你的面前啊。当然它是一个动态的啊，就是它会随着你每分每秒的变化，它会组合成不同的这个前10个的这种投资组合。时间关系，我这里就先停止了啊。我们假设它就已经运行完了啊，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结果啊。首先我们看下面这个列表啊，这就是 QA 为我们筛选出的按照 Return DD Ratio 排名的得分最高的前10个投资组合啊。这是因为我这里是提前把它终止了，所以它会掺杂一些它图中计算的这个投资组合，可能就超过了10个啊，就17个了啊。那么这里的每一行都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由多个策略所组成的一个投资组合啊。那么第一列这个策略名称就告诉了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投资组合，它是由我们最初的这19个策略中的哪几个所组成的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这里的 symbol 啊，它也会帮助你列出来啊。而后面的这些参数啊，比如什么净利润啊、稳定度、最大回撤百分比啊，还有这个什么 return DD ratio 啊，这些等等等等啊，它展示的就是整个投资组合打包后的一个综合表现啊。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理论上的10个优中选优的组合中挑选出一个最符合我们风险偏好和盈利目标的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深度分析啊。那么我这里是使用这个 return DD ratio 来对它进行排序，我们就挑选一个主观意义上表现最好的一个投资组合来看一下啊。我们双击它。好，当我们选中一个投资组合之后，我们来到这里的 Portfolio Correlation 啊，我们让它计算一下，它就会帮助我们展示出这个投资组合它的一个相关性的分析报告。它会告诉我们，你挑选出来的这些策略，这些不同的策略之间，它们的相关性到底低不低啊？能不能做到风险对冲啊？那么它这里是以一种颜色的形式来进行展示啊。那么官方的是小于 0.4 的，他认为是低相关性啊。0.4 到0.7的，0.7的是一种稍微有点高了，中等吧。0.7到1的话就是属于非常高的相关性了啊。那么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其实就是最左边这一块，最不希望看到的也就是相关性最差的一种方式就是最右边的这一块啊，也就是越绿越好，绿的话就代表低相关性啊，那么它代表的就是强强联手啊，效果会更好。而红色的也来展示一下，我们把所有的都选中，创建一个总的投资组合。而这里这种红色的就代表的是非常高的相关性啊，那么它的风格就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一个策略赚的话，另一个策略也必定会赚啊，就是相关性是非常高的啊，这种。那么这种方式，那么这样的组合就不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的啊，而像这样的画面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啊。比如说这里的这种相关性为0的，那么就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完全的不相关啊，意味着当一个策略在亏钱的时候，另一个策略很有可能是在赚钱啊，或者最差的结果就是它另一个策略不要亏钱啊，那么它们之间就能形成一种完美的这个风险对冲。所以它这个相关性的一个矩阵，其实就是我们这里设定的这个0.3的一个最终成果。好，以上就是 QA 的投资组合大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QA 里面的最后一个模块啊，终于到最后了啊。
它是我们放大策略收益的重要一环啊。那么它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钱到底应该怎么下注，才能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模块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啊。首先我们给它设定一个初始的本金，比如说3万美金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右边的这里的这个菜单栏进行添加各种各样的经典的资金管理方式啊，让他们同台竞技啊。那么我这里是已经把3个啊，它这里你们打开的话，应该是有一些 QA 默认的一些选项，我把它们都删除了啊。然后我是把这里5个项都依次添加到下方的这个列表啊，然后我们逐个的来看一下啊。那么第一个的话，这里是策略最原始的一个资金曲线啊，这个我们不能改啊，也没有必要改啊，它作为我们比较的一个基准线啊。然后第二个这个 fixed amount， 它是固定金额，它会保证你每一笔交易的潜在的一个亏损金额是一个固定的数值，那么 QA 会根据这个风险金额反推出应该下多少手啊，那么它是一种线性的风险管理方式啊。然后第二个这个 fixed size 啊，它是固定手数的啊，那么这种方式它是所有方法中最简单最基础的一种啊。无论你的这个账户资金是多是少，无论你的策略是盈利还是亏损了，每一笔交易它都会使用完全相同的一个手数啊。这个是当你想要公平的对比不同策略的阿尔法能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使用这种固定手数的方式啊，让他们站在这个同一起跑线，然后去比较啊。然后它的话，它不是一种复利增长的啊，它的风险并不会随着你资金增加而放大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fixed amount 啊。那么它与我们第一个这个 fixed amount， 它们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啊，可以说它是针对于这个 fixed amount 的一个更精确、更专业的一个版本啊。那么同样的，它的目标也是让每笔交易承担固定的美金风险啊，但是它的计算方式会更严谨啊，并且它需要你提供这个单笔交易的一个止损距离啊。然后是这个 risk fixed 的百分比啊，那么它是基于账户余额的百分比啊，它是一个复利的模型啊，但属于简化的版本啊，就是让每笔交易所承担的风险是你当前账户余额的一个固定百分比啊，因为它这里是 balance 啊。那么随着你余额的增长，你所承担的这个风险金额和交易手数也会相应的增长啊，从而实现一个复利的效果啊。然后最后一个它是最经典、最常用也是最激进的一种复利模型啊，它就是让每笔交易所承担的风险是你当前账户净值的一个百分比啊。那么它与我们前面刚讲的 balance 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考虑的是包含浮动盈亏的账户净值的百分比啊，并且它的计算方式会更加的严谨啊。那么它不仅可以只使用这几个，你也可以针对于不同的百分比来去进行增加啊，就是你想设多少种都是可以的啊，并且这里面的数值的话，你也可以自行的去进行修改啊。那么我这里的话就不再一一的去设置它们的参数了啊，毕竟我只是举例说明啊，所以我们维持默认即可啊。但是我把这个先删除掉。那么具体的你们可以去尝试针对于你们的策略、你们的投资组合执行不同的一个设定啊。好，勾选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这里的运行，然后它就会给我们呈现一个资金曲线的一个结果啊。那么这条最深的这个深蓝色的线就是我们策略原始的不带任何的也不是说不带任何的，就是策略最原始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上面这些红的、黄的呀、橙的啊，这里就是其他设置项的一个结果啊。
能够看出来啊，相比较这个原始的策略曲线，他们最起码从收益的结果来看是天壤之别啊。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策略再搭配一个适合的仓位，你的绩效就可以提升好几个量级啊。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分开的进行观察啊。可以看到这个 Fixed Amount 500的话，它的资金曲线感觉从肉眼识别上来看，应该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啊。当然也不能全看曲线啊，光看收益了啊。你也可以从第3个这个 Results 这个页签中去详细的对比它们的这个属性啊。当然更具体的，你可以把它选中，然后点击这里的 Move to Data Bank 啊，然后它就会帮助你，它就会帮助你把这里的在这个投资组合下的这个策略状态给你复制到这个 Simple Strategies 啊，然后你就可以双击来根据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些内容去对它进行更详细的一个分析啊。好，那么到此为止啊，我们的 Q&A 就总算是讲完了，可以说是比较详细了啊。那么这种视频呢，其实我个人也是知道啊，看的人不多啊。凭我个人的能力呢，我也很难说把它讲得很有趣啊，那么引人入胜啊。好，那就这吧啊。那么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啊，支持我做更多的类似的内容。好，拜拜。